磁铁这种东西，在我小的时候第一次摸到就让我爱不释手。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呢？既可以相互吸引，也可以弹开，甚至还拿着它拴着绳子到各种池塘河流里面捞过宝贝。不过当时的玩具市场还没有现在的这么五花八门，像什么磁力片、磁力火车、磁力球等等，应有尽有。其实不只是孩子，那些用磁力球拼配各种形状的视频，简直是强迫症患者们的福音。不管是画面还是声音，都让人极度舒适，特别的解压。就算到了现在，如果给我来一串，也能玩个几分钟，玩上一玩。但这样的磁性玩具虽然好玩，却暗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一旦被孩子们误吞，它的强磁性就会在体内引起致命的伤害。到那个时候，恐怕就不是在马桶边等它排出体外这么简单了。2005年感恩节期间，家住美国西雅图郊区的斯威特一家迎来了最黑暗的一天。因为在前几天，家里20个月大的宝宝肯尼·斯威特突然开始恶心呕吐，食欲不振，看上去没有什么精神。起初家里人以为是他吃撑了，胃不舒服，但到了第二天早上，肯尼还是不肯吃饭，没进食就呕吐。由于肯尼的父亲当时也得了胃病，再加上肯尼的状态时好时坏，所以家人决定先在家里观察一下。接下来他们为肯尼喝了点药，就安抚着睡着了。然而，在感恩节当天，肯尼的情况越来越不好了，他的手臂上还出现了奇怪的红色斑点，喝水也是喝不进去。更可怕的是，肯尼的腹部也逐渐胀了起来，甚至开始翻白眼了，意识也飘忽不定。家人都吓坏了，急忙把他送往了医院。然而，当听到急诊室医生说要插呼吸管时，肯尼的父母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但已经晚了。在接下来的1个小时里面，医生疯狂地按住胸口做心肺复苏，但肯尼的心率十分微弱，时有时无，最终没能被抢救回来。这一切发生的非常突然，所有人都无法接受肯尼意外去世的事实。然而，更令人震惊的是，在验尸报告当中，肯尼的肠子里面竟然有8个圆柱形的小磁铁，把肠道堵得死死的。而最关键的是，肯尼的父母压根就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误吞进去的，非常的懊悔。而这款叫做 Magnetics 的磁性建筑玩具是肯尼的哥哥刚刚收到的生日礼物，它是用内嵌磁铁的塑料积木和钢轴承球组成的，这些球体的直径大概有15毫米左右，重量不超过30克。由于担心塑料零件会被肯尼捡到，所以在哥哥拼完玩具后，母亲就把玩具放到了高处。他还规定所有玩具玩完后都要把所有零件都收纳好，不要带去别的房间。但即使是这样，玩具的塑料零件上还是少了许多磁铁。就这样，他们把沙发和椅子通通移开，果然在地毯附近找到了遗落的磁铁。这下破案了，小磁铁从玩具上脱落后掉在了地毯缝隙里面，无人发现。而肯尼最喜欢的就是在地毯上爬来爬去，肯定是发现了这些小玩意儿，直接把它塞进了嘴巴里面。如果只是一个，那还好说，它大概率会随着排泄物排出体外，但往往这样的误食都不止一次。所以当小磁铁在身体里面相互吸引，合成一团，就会导致肠道堵塞或穿孔。如果不及时发现，磁铁块就会使内部器官扭成一团，造成严重的内部损伤，直至死亡。肯尼的悲剧给所有家长和玩具制造商敲响了警钟。然而 Magnetics 玩具套装可是2005年最受欢迎的10大积木玩具之一，常登各大购物网站的畅销榜单。而且不只是 Magnetics 这一款，类似的磁铁也频繁出现在各种儿童玩具中，包括洋娃娃、积木套装、人偶、拼图等等。也就是说，大部分儿童家里面都有这样的玩具。而且别看它体积小，吸力比那些冰箱上的磁铁要强得多，真是让人感到后怕。因此，家长们严重怀疑 Magnetics 玩具套装存在设计缺陷，使得较小的磁铁容易从塑料主体上面掉落。当家中蹒跚学步的孩子看到小磁铁，就会误以为是糖果塞进嘴巴，这将成为孩子们探索这个世界过程当中的巨大安全隐患。其实，关于 Magnetics 套装，大概在肯尼去世的半年前，有一位叫做沙伦的幼儿园老师就曾因类似的事故打过投诉电话。沙伦所在的幼儿园位于印第安纳州北部。有一天，他班里的一名5岁的孩子基根·威利斯在地上捡到了许多 Magnetics 玩具上的小磁铁，他趁老师不注意，全部都吃了下去。然而，这些磁铁在体内迅速吸到一起，形成一个整体，挤压着肠道。没过多久，基根就开始感到不舒服了。沙伦觉得不对劲，就把他送去了医院。经过检查，医生都吓坏了。
原来基根的肠子已经被撕开了一个洞，需要立刻进行抢救。好在手术很成功，基根捡回了一条命。当被问到为何要吃磁铁时，基根说自己饿了，以为那是糖果。对此，沙伦很生气，没想到玩具上的这种小磁铁这么容易散落，它的大小又跟药片差不多，非常的不起眼，保不齐就会被孩子误食。很快，沙伦打了投诉电话，后来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就给他回了信，由于资源有限，只有少数投诉会进行后续的调查，请耐心等待。不过沙伦并没有放弃，他从医生那里要来了一个标本罐子，里面放着从肠道当中取出来的小球。沙伦把标本罐子放在自己办公室的抽屉里面，等着调查人员前来调查取证。可惜这件事情就这样没了下文。等再次听到相关新闻，就是半年之后小肯尼意外去世的消息。看来沙伦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通常来说，父母们都知道孩子吃东西容易被噎着，所以在进食过程当中，父母都很警惕。而且孩子不小心呛到的话，他们的反应往往也会很猛烈，比如咳嗽、呕吐、脸色发青等等，都是危险的信号。但是孩子们认真把玩玩具的时候，也意味着父母也可以享受片刻的自由，往往不会有戒备心。而像小磁铁这类的东西，就容易钻在地毯的缝隙里面，也会吸在金属制的椅子上，这样的隐蔽性几乎不会被成年人发现。所以从把磁铁捡起来到吞下去，孩子们操作起来简直是行云流水，他们也不会做出任何特殊的反应，以至于后来孩子们出现各种不舒服的情况，父母和医生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怀疑胃肠道出了问题而已。再碰上一些不靠谱的医生，就算是照了 X 光，发现了小磁铁，也只会建议等孩子上厕所的时候排出体外即可。殊不知这些磁铁会阻碍肠道区域的血液流动，危及到生命。其实从2000年开始，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就陆续接到几通儿童误食玩具磁铁后损伤肠道的投诉电话。一名来自亚特兰大的8岁男孩因玩具破损吞下了掉落的小磁铁，不得不接受手术，在医院待了10天才出院。在2003年，又有一名来自印第安纳州的6岁女孩把首饰放在了嘴里，模仿舌头穿孔的样子，结果不小心把它咽了下去。后来女孩的外科医生也致电过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提出如果继续销售类似的磁铁玩具，还会出现更多的意外事故。然而讽刺的是，同一年 Magnetics 玩具套装就出现在了各大商超，由于性价比较高，很快就跻身热门玩具榜单。但接下来的几年画风就不对劲了，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接二连三的接到投诉电话，家长们明确指出 Magnetics 玩具特别危险，该委员会便把这类投诉转发给玩具制造商，提出潜在的安全问题，但对方似乎淡化了这种危害，还安慰各位家长，如果孩子们不小心吃下去1-2个也没有关系，因为它是无毒的。可悲的是，直到肯尼因此而去世，所有人才开始认真对待这些投诉。2006年3月，所有 Magnetics 磁性积木套装全部被召回。1年之后，该玩具公司又扩大了召回的范围，他们还重新设计了这款玩具，防止磁铁掉落。不过，该玩具公司也为肯尼的去世发表了声明 ：Magnetics 磁性积木套装只适合6岁以上的儿童，包装上都有明确的警告标识。而肯尼的父母也承认了这一点，他们声称自己知道该玩具有窒息的风险，但他完全不知道会这么的严重，竟然会要了人命。其实近几年，我们国家也出现了不少类似的案例。磁铁玩具好玩的同时，安全风险实在是太高了。2019年4月8日，7岁的男孩小梁闲着无事，把一个磁力球塞进了左边的鼻孔，结果自然是拿不出来了，而且越弄越深。家长得知后，便想用另外一个磁球把它吸出来，不料吸进了右侧鼻孔，这下可好了，2枚磁力球一左一右紧紧地吸着，正好堵在了鼻中隔两旁。小梁只能用嘴巴呼吸，好在他被及时送到了医院，医生通过鼻内镜才将2个磁铁取出来。当然，除了好奇塞鼻孔里，也有不少孩子把磁力球给吃进肚子的。只能说，有的时候太好奇也不是什么好事。在2021年，有一名年仅2岁的女孩在玩磁力球的时候，把它攥成了一串，戴在手上玩。但不知道怎的，小女孩把它吃了下去。后来医生分3次才把27颗磁力球全部都取了出来，小女孩这才脱离了危险。不过还有更离谱的，曾经有一个5岁的孩子竟然吞了190颗磁力球，医生花了2个小时才取干净，好在有惊无险。其实严格上来说，这种磁力球是一种大人玩的解压游戏。这种强磁小颗粒的物件相隔2厘米就能迅速的吸在一起，在我国仅适合14周岁以上的人群使用，但不知道怎么的，却在孩子之间刮起了一阵风，甚至还会出现在各种母婴店的陈列架上。起初家长们也没有在意，毕竟光看外表5颜6色的样子，孩子们也都爱不释手，而且有的包装上还注释着
儿童益智玩具，家长们自然就放松了警惕，还以为是什么正儿八经的儿童玩具。而离谱的是，曾经有技术人员按照玩具的国家标准，随机抽查了27批次的磁力球，没想到通通都不合格，而且有些无良商家压根就不会在包装上写上注意事项，故意混淆消费者。而想要杜绝类似的意外事故，不仅仅是制造商、销售渠道和监管部门都要做到环环相扣，把安全放在首位，从根源上消除不合格的产品，让消费者买到真正无风险的玩具。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如果你们发现亲朋好友家里面有类似的玩具，请务必要提醒他们一下，千万不要小看类似的磁铁玩具，稍有不慎就会威胁到孩子们的身体健康。当然，你们也可以转发这个视频到各种家庭群，提高大家的警惕。那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正正，咱们下期再见吧。